您最想去中国哪里玩？请订阅我的频道，今天带您走进洛阳。洛阳位于中国河南省的西部，这里被大家称作神都，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立都城，是中国建都最早、历史最长、朝代最多的地方。如果您喜欢中国的古文化，那一定要去一趟洛阳。从壮丽的龙门石窟到古老的白马寺，从恢宏大气的皇宫建筑到风景如画的老君山，13朝古都洛阳历经千年仍然魅力不减。古老的文物与现代的建筑和谐共存，传统的文化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完美融合。下面就一起来探索洛阳好玩的地方。1. 龙门石窟。龙门石窟坐落在龙门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上，现存石窟1300多个，窟龛2345个，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，佛塔50多座，佛像97000多尊。两山造像一檐开凿，窟龛密如蜂房，整个石窟南北绵延1公里。整个石窟规模宏大，气势磅礴，雕刻精湛，内容丰富，是中国4大石窟之首，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，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。暮色苍茫，龙门石窟被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，光影交错之间，那些佛像似乎被赋予了生命，在灯光的映照下更加庄严肃穆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。看到的不仅是古代工匠们的卓越才华，更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魅力。2. 老君山。位于洛阳的栾川县，远赴人间惊鸿雁，一睹人间盛世颜。老君山作为800里伏牛山脉的主峰，它雄奇险峻的山势和变幻莫测的气候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视觉体验。它不言不语，却以千年的风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站在山顶俯瞰群山，只见云雾缭绕，峰峦叠嶂，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。晨曦初照，老君山在薄雾中缓缓苏醒，云海翻腾，山峰若隐若现，如同仙境一般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矗立在山巅的这些古老庙宇，庄严的殿堂，精美的碑刻，栩栩如生的雕塑，道教的神圣与伏牛山的自然风光，抚平着来到这里的人，在这里可以忘记烦恼，一睹人间盛世颜。3. 洛邑古城。作为中国古代4大古都之一，曾是13朝的帝都，自周朝迁都于此起，它便成为国家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。从东周至东汉，再到魏、西晋、北魏、隋、唐等朝代的更替，无数帝王将相、文人雅士在此留下了深刻的足迹，构建起一道道辉煌的历史长廊。古色古香的翘角房屋，高大厚实的斑驳城墙，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，古城内的每一处都蕴含着深深的历史韵味。文峰塔、文庙、驼铃宫，穿汉服、剪纸、吹唐人，身边穿着唐装汉服的游客擦肩而过，抬头是精致的宫灯，街道两侧雕梁画栋，总让人感觉是仿佛穿越了时空，从唐代走到宋朝，从宋朝逛到了明清，洛阳一如既往的繁华盛世，璀璨迷人。4. 九州池。九州逢盛世，一池越千年。晚上的九州池灯火辉煌，景色会更胜一筹。夜幕降临，九州池披上了绚丽的霓裳，华灯初上，灯影长廊，
金碧辉煌，极其华丽，仿佛跌入璀璨星河。九州池始建于隋代，是隋唐时期一处重要的皇家池院。隋炀帝下诏营建东都，供妃嫔、公主、皇子等居住，作为宴游的御园。据史料记载，九州池占地52万平方米，规模之宏大，足见它往日的奢华。来日放歌，新送酒，青春作伴，好还乡。5. 龙凤山古镇位于洛阳市伊川县，这处以民俗、古镇、花海、养老、游乐园和公园打造而成的旅游景区。园区很大，小桥流水、古城墙、民国街、小吃街、游乐场，各种风格的建筑，一路走下去，就如同置身于繁华的北宋街市一样，有种时光倒流、穿越到古代的感觉。到了晚上，古镇从古朴祥和的北宋闹市，一下子转换到了如梦似幻的神秘之境。白天那略带复古气息的青砖小路，在夜晚灯光的映照下，宛如一条流淌着金色光芒的河流。一盏盏红灯笼被点亮，随风轻轻摇曳，登上楼阁，俯瞰整个古镇，那一片片错落有致的屋顶，在灯光的勾勒下，轮廓更加的清晰好看。沉醉在这如梦如幻的龙凤山古镇的夜里，游玩的人与这片美景融为一体，仿佛时间已凝固。6. 白马寺，中国佛教的发源地，始建于东汉永平11年，也就是公元68年，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新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。寺内主要建筑都分布在中轴线上，自南向北依次是山门、天王殿、大佛殿、大雄殿、接引殿和清凉台，两侧分布着钟鼓楼、门堂、云水堂、课堂、斋堂、禅堂等附属建筑。白马寺是释迦祖庭，中国的所有寺庙都是由它开枝散叶，也把佛教传到了朝鲜、日本和东南亚，使佛教在亚洲得到普及。白马寺是一座国际化寺院，20世纪末以来，日本捐资重修白马寺钟楼并立空海雕像，泰国、印度、缅甸也相继出资于白马寺建造佛殿，其中印度佛殿院，印度便投资了1000万元修建，缅甸佛塔院则是投资3500万元来修建。寺内现存的2颗释迦牟尼佛骨舍利，也分别来自泰国和斯里兰卡的赠送。白马寺成为了全世界唯一拥有中国、印度、缅甸、泰国4国风格佛殿的国际化寺院。7. 丽景门，位于洛阳市老城区西关，始建于金代1217年。历史上今明丽景门城楼屡经毁坏，又屡经修复。现在的丽景门是在丽景门原址重建的，占地面积1.8万余平方米。重现古都洛阳风貌的城楼，南北两侧象征着洛阳13朝古都的13根描金龙柱，就像一排昂首而立的勇士守卫着城楼。沿着雕梁画栋的弧形长廊，这里可以远看龙门东西山口，一览洛河两岸的洛浦公园，热闹的仿古一条街，来来往往的景象是一片的安定繁华。历经桥上形态各异的汉白玉古诗，河水轻轻在桥下流淌。丽景门城楼不似西安延绵10余公里的城墙，也不同于平遥的原始和南京古城的古韵，但丽景门却是洛阳古城的象征。8.
8.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位于洛阳老城，博物馆占地约47.7亩，建筑面积3.3万平方米。博物馆外观引用了隋唐建筑的剖面轮廓特征，远看就如同一座唐代宫殿群的天际线，完美地展示了洛阳特色的盛唐风韵和文化。墙上尺寸巨大的浮雕作品，天工开物，国运泱泱，一湾碧水将这3面墙壁贯穿起来。公元605年，隋炀帝为巩固国家统一，以东都洛阳为中心，开凿运河，首次贯通了北至北京、南达杭州的中国南北水运交通大动脉，成为中国大运河的3大组成部分之一，奠定了中国大运河的发展格局。9. 应天门。作为隋唐洛阳城宫城正门，应天门是朝廷举行登基、改元、大赦、宴会等外朝大典的场所。在这座城楼上，隋炀帝开创了万国来朝，李世民下达过焚城令，武则天在此登基称帝。华灯初上，应天门在璀璨灯光的映照下，宛如一座从历史中走来的梦幻宫殿。高大的城楼，雄伟的阙楼，无不展现着隋唐时期的辉煌与大气。应天门由门楼、垛楼和东西阙楼及其间的廊屋组成，整体呈现出巨大的一个凹字形建筑，东西长达137米，两侧阙高36.4米。城楼下开有3个门道，中为御道，左入右出，门前象征皇家威仪的双向3出阙，东西两边共计12阙，是古代城门建制的最高等级，帝王享用的最高礼制。10. 宫廷盛宴。来洛阳，看过了恢宏大气的皇宫建筑，尝过了街市小巷的各式小吃，最后再来一次沉浸式的体验宫廷盛宴。洛阳城里寻梦，宴前的奉茶敬手，开宴后一道菜品一个演出，装扮汉唐服饰的宫女在礼乐声中为客人们呈上一道道美食。霓裳华服，美酒佳肴，是穿越时光的人间烟火。古典乐舞，诗词行酒令，乐器演奏，华服走秀，让人沉浸其中，笙歌燕舞，推杯换盏，在光影流转中穿越了时光，沉浸在洛阳里，深深地体验了一把中式生活美学。